嗨，各位朋友，大家好，这里是钓鱼生活家，我是大学哈，谢谢你们收看哈。前几天的时候呢，在 YT 上面有网友钓鱼问我说，我的丝毛钩的线组是怎么去搭配、怎么去绑的哈？我怎么样把它从重量线、前导线、木印，然后鱼钩这一系列的组合是怎么样制作的？那我这一集的一次分享给你们。好，那我们现在开始哈。那这边呢是我们今天会用到的东西哈。这个剪刀、木印哦，这个卷线器里面的重量线哦，这个是等一下我要来示范怎么样绑的这个，它就充当是直线哦，比较清楚。那这边是一个全新的0x9尺的前导线哦，0x9尺前导线。这个呢是 Tippy Ring， 哦，这个是 Angular Image 的 Tippy Ring， 那这是我在美国买的。台湾，你可以问问看 CFO 的毛钩商城或者是伊朗钓具的，看看他们有没有卖，我不知道啊吼，你可以问问看他们。那我知道是说好像钓虾子也有用类似的东西，你们也可以去看看。那可是钓虾子的好不好用我就不知道了哈。当然这个我们今天的本缩毛哦是毛钩，那再来用。好，开始了。那里面怎么接的我就不说了，这个太多了，我就不说了。哦，这个环跟你们现在一般看到那个重量线的就是重量线前面那个环不太一样，这是我自己改造的，有机会再分享给你们。好，那这个全新的前导线，这个全新的前导线在打开之前你们要把它这样撑开来，这样把它转开来，这样把它转开来。不然它很容易就是会沉在一起，很麻烦。所以把它打开来，慢慢打开来，一圈一圈打开来。打开来之后，我们可以感觉到它这个是，它这边是很细的。这边是0x的部分，然后越来越粗。当我们开始觉得说它开始有变粗的感觉的时候，我们这样拉嘛，开始有变粗的感觉的时候，这个大概是已经到了，我看这个大概已经到了1米左右了，1米左右的长度。那我们呢，就在这边。给它把它剪断，不要害怕，就是把它剪断，勇敢的把它剪断。这个可以不用丢掉，还可以用。好，那我们现在把 Tippy Ring 拿出来。我们拿出一个 Tippy Ring 来。然后把这个，我们呢先穿过 Tippy Ring， 再把它拿出来，不然很小不好穿。我们的 Tippy Ring 把它穿过去，穿过去之后，很简单，我们打一个 clinch 那就好了。记得要拉之前要湿润它一下，
拉紧，好，再拉，好，拉紧，好，拉紧，拉紧之后，我们把这个多余的多余的 tag 剪掉。我们再把这个多余的线呢，把它剪掉。剪掉之后，把它这个 tip ring 拿出来，这样就拿出来了。这个 tip ring 接好之后我们看接好在这边，这样接好之后，跟我们的重量线要结合，怎么结合呢？这样把它穿过去，好，另外一边再把它穿回来，把它拉紧。好，拉紧之后，重点是接下来嘛，对不对？好，接下来呢，我们的木印，我的木印其实是套在直线环的这个 tip ring 的上面的，套是这样套。之前有分享给你们吗？套上去之后，我会把它拉下来，拉到很靠近 tip ring 的地方。好，拉下来，这样很靠近 tip ring 的地方。好，好，这个就当做是我们的直线因为这个比较粗，比较清楚，所以示范给你们看，分享给你们这个呢，把它穿过去，你要用 clinch knot 也可以，要用 improved clinch knot 都可以，没关系。好，穿过去，打个结，湿润一下。好，拉紧，把多余的线结把它剪掉。多余的线结我们把它剪掉。修短一点。好，那我们来绑第一钩了我自己的习惯是我的第一钩离木印大概是20到25公分。那因为我手张开大概是22公分，所以大概就是差不多到这个位置左右的距离。那我们就把它剪掉。剪掉。好，剪掉之后，我们绑第一钩第一钩随便挑一只了随便挑一只了好，绑上去，这样。湿润一下，好，这样第一钩呢就绑好了。那重点是第二钩嘛，第二钩要怎么绑，对不对？你们就觉得第二钩要怎么绑？好，第二钩我自己是抓，第二钩会离第一钩大概50公分左右，所以呢，
我们再取。那问题是要怎么接第二钩嘛？对，我的接法是把它接在这个钩子这个转弯这个地方。那怎么弄呢？很简单嘛，我们先做一个，我们先在这边用手指头做一个，做一个 improved clinch knot， 已经做出来一个环在这边了嘛，这样子湿润一下，然后呢，把它拿起来，勾住它，就像这样，勾住它，把它拉紧。好，然后呢，多余的就把它剪掉，多余的就把它剪掉。好 ，OK， 这样子就可以了。那我们就抓个50公分嘛，我这样子大概。这样大概40几，多一点点的，再多一点点，好，把它剪掉。OK， 好，剪掉之后，我们再接上第二钩。好，第二钩，我是随便接的啦，不要，不是说一定要选择长这样子的毛钩了哦。好，第二钩我要绑上去，绑上去，上去。湿润拉紧 ，OK， 好，这样子这个线组就弄好了，这样是木印，再是第一钩，再是第二钩，如果你想再加第三钩的话也可以，就一样，再加到这只钩子的转弯处，然后你再拉一个50公分出来，这样子就可以了。那为什么这个比较短的原因？这个比较短的原因，是因为我希望它落水之后，它不要沉得太深。它大概是在水下，大概是在30公分以内的地方漂，就像是昆虫落水之后呢，在水里头挣扎、载浮载沉的样子。OK， 是不是很简单？那可能你们会疑问说那这个鱼来咬会不会被顶开？我自己试是没有啦，小龙是也没有啦，所以但是我不敢确定说是不是一定不会，我自己用是不会啦。可能有人会觉得来咬，这样鱼来咬是不是会把它顶开？我没有碰到。对，好了，那就这样子喽。很简单吧？那这样子，这个线组呢？如果你这次钓完不用了，你就可以从这个地方把它解开来，把它收起来。这个下次你还可以再继续用。不过以我的经验来讲，钓卷仔这个直线都会被磨花，它会去磨石头，直线都会磨花，所以一阵子你就要换一个直线，一阵子就要换一条直线。我大概是钓个1-2只鱼，我就会看一看，被磨花了，我就会把直线换掉，不然会断掉，真的会断掉。好啦，分享给你们喽。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欢迎你们留言给我啦，或者是到我的 FB 上面留讯息给我，也都没问题。好啦，那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麻烦帮我订阅、按赞、分享、加开小铃铛哦，拜拜。